给我瞄准了打。注意看，擂台上穿着红色短裤的正是 WMC 泰拳世界冠军佩查差。此人打法极其毒辣，凭借断肠碎骨的重拳，经常把对手打到重度昏迷，甚至猝死擂台。迄今为止，已经拿下了183胜的豪华战绩。如今，他已经来到了国际擂台，点名要打中国选手。不料赛事方给他安排了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魏子钦。不料佩查差完全没有把魏子钦放在眼里，更是当众狂言打魏子钦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算输。结果惨被魏子钦狂砸上千拳，当场打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不过本场比赛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呢，的确有点特别啊，哪里特别呢？他才20岁出头，而且他是位咏春拳的正派传承人。好，来看一下蓝方选手穿着橘色战袍，这位小将很高啊，很瘦哦，像一个竹竿一样啊，他就是中国小将咏春拳传人魏子钦。正是因为魏子钦呢长得像竹竿一样很瘦小啊，所以说被红方选手这个黑色裤衩的泰国拳王佩查差一顿羞辱。他说我们太瘦了，太年轻了啊，毛还没长齐。打我们完全不用啊，防守一下是孙子啊，就算输。哦，好，这个家伙的确很狂。就算是铁人罗唐，我感觉啊也不敢和我们中方选手这么嚣张。好，他敢。好，这里让我们废话少说，来看双方选手本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连续2个飞膝打得都很准啊，对方真的是不防守。哎呦，观众朋友们，对方的这个，佩查差真是不防守，真是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吹牛啊！今天挨揍了吧？好漂亮！刚刚连续打了就有9拳啊，命中主拳。啊，魏子钦要动起来，还是要动起来，因为这个佩查差啊，这个家伙毕竟是练习泰拳的，和他拼拳，我们还是要吃亏的。我们看魏子钦啊，的确是非常灵活。我看起来很瘦啊，很高，但是打法很飘逸。来到连续的飞膝，想打退对手，但是我们看这个，佩查差，这个下像一头打不倒的牛一样啊，像一头牲口一样，很抗打，很抗揍。好，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当然不得不说啊，这个佩查差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真的是很强啊。没有错，还是要动起来。小心！魏子钦要稳住啊，尽可能还是不要拼拳。这个家伙我们看上半身啊，他的肌肉维度很扎实啊，明显比我们的手臂要粗很多。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佩查差右眼啊已经开始打肿了啊，开始鲜血横流。但是我们看这个佩查差啊，依旧是不做防守啊，仍然是把双手放得很低。
我们看这个配查差啊，一直在挨揍，观众朋友们，主要还是没办法。他想打我们，想拼拳，但是我们的魏子钦很灵活，你看，不给他太多机会，打完就走。魏子钦要动起来，千万不能恋战啊！和地方拼拳肯定是吃亏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真要是拼拳，我们还真不一定吃亏啊，因为咏春拳啊，它的核心就在于招式小，速度快啊，打法是比较凌厉的。魏子钦不仅是拳法很厉害，他的肘击啊，杀伤力也是十足。好漂亮，连续前手点刺，但是打不退，对方真的像一头发疯的野牛，而且我们看对方整张脸现在是极其肿胀。好像是刚被这个马蜂啊、蜜蜂啊蛰了一顿。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今天的第3个回合了。那么在前2个回合，魏子钦是打了对方啊，我感觉至少上千拳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数一数，看一下我们中国小将啊，蓝方选手橘色裤衩的魏子钦啊，这场比赛能打多少拳？我现在深度怀疑对方的泰国选手他没有痛觉，都被打成这副模样了。我感觉他的妈妈来了都认不出他来，但是他还在追啊，还在你看打不着也要打啊，非常的执着。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配查差的整张脸，我的天哪！好的，又是连续的前手，整张脸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啊，血肉模糊。还是不投降，现场裁判也没有终止比赛的意思，因为这个配查差啊，他还在打，而且追得很凶啊。好，我们看一下比赛最后的30秒钟。虽然说赛前对方的配查差很猖獗啊，说打我们很轻松啊，但是目前来看，他真的是很难啊，真的是太难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有点像当年张伟丽和这个乔安娜打的一番战啊，双方拼的都是血肉模糊。当时张伟丽还把这个乔安娜打成了外星人。但是本场比赛，魏子钦是丝毫没有受伤啊，反观对手啊已经是不行了。好，各位观众朋友，比赛终于结束了。这场中泰对局，我们中国小将20岁出头的魏子钦啊，没有想到他的拳法会这么好，而且打得这么准，这么密集。好，这个配查差的确是很抗揍啊，在泰国罗唐对争被称为铁人，而这个配查差被称为钢人。
但是今天被我们的中国小将魏子勤啊打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好，恭喜魏子勤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装逼为你飞起来！锁住他，挑战起来，可以砸对手。边上，在进攻的技术上，双方有巨大的差异。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也不认输，我进攻在地面上，我采用这个腿蹬了，这种技术，哇！杨建平不给对方喘息段。不知道现在坐在台下的美国达官贵人们看到杨建平的表现，他们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儿？因为比赛结束之后啊，搞不好他们的裤衩都要赔光了。没办法，这就是小瞧中国人的下场。而且我们注意看米歇尔，他的右眼已经是打肿了，因为刚刚杨建平一系列的上位重力砸击呢，打都很准啊，都很重。现在米歇尔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但这个封闭呢还没那么封闭，两条腿的扣啊搭得不是很死。杨建平想要挺直上半身，想要有一个砸拳的空间。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可以说是单方面的暴打。好，不废话，比赛直接来到第二回合。哎呦，注意看，杨建平又是低扫开路，上位连续的疯狂砸拳。美国冠军米歇尔，哇，毫无招架的余地啊，根本挡不住。中华虎猛虎出笼了，还在打，但对方也很顽强啊，因为这个米歇尔呢，自出生以来他就没输过。所以说他的骨子里还是有着一股傲气啊，不愿意输给眼前的中国人，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现在竟然被一个中国人按在地上暴打。没关系，现在只是开始，遭罪的还在后面。在上面的身上，但是对方也很聪明，利用双腿来夹住杨建平的这个躯干，采用一个地面防守技术。我不让你出拳，你记得出拳，我利用我的双手还能护住，让你打不住我。当然要比这个站立时你更容易 KO 我那种防守的难度要更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米歇尔的这个左侧的眼部已经肿起来了。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好，这时候我们看再次来到地面之后的杨建平也不再着急，他只是趴到对方的身上。慢慢的恢复自己的体能，也在消磨对方啊这个美国冠军米歇尔的体能。因为这个比赛是一场持久战啊，因为长达15分钟，现在的话才第二回合啊，所以说保存一些体能，第3回合再发力也完全没问题。利用肘击的技术，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只能进行这种防守。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来进行进攻了。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这个杨建平的教练江华也在提醒这个杨建平，防止这个凯文米歇尔来锁对方，来锁住他。漂亮！这个过肩摔，哇！不得不讲，杨建平的这个力气和他的臂力实在太恐怖了。刚刚这一摔啊，让美国人悬着的心彻底死了，还心存侥幸，认为这个美国冠军米歇尔啊还会翻盘啊，但现在情况来看，几乎是没有翻盘可能。注意看，美国冠军的整个身体被拉直了，这个角度只有挨揍的份儿，两条腿儿已经翘辫子啊，翘起来了。现在杨建平在找合适的体位和机会，想锁对方。因为现在凯文米歇尔，现在我们看到刚凯文米歇尔是利用一个3点支撑的位置，因为你不能用膝击打我的头部。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看这一回合杨建平上来呢，稍微是放缓了节奏。
一方面是调整自己的状态，一方面也是给对方留点空间让对方喘口气儿。这无异于是杀人诛心。就像小刀拉肉一般，我给你机会，给你希望，但一会儿呢又把你从天上给你打回地面，打回原形。骨头顶膝，3下顶膝都很重，高边腿又命中。低扫，米歇尔很怕杨建平的低扫，因为在前2个回合呢都是被低扫，然后砍入到了地面。看到杨建平的这个地面技的主动进攻，还要欣赏到凯文米歇尔的地面的防守技。担任本场比赛的是 Steve， 断头台包括3角锁的技术，但是都没有施展成功。你看，凯文米歇尔又采用这个地面防守我不跟你打站立，因为我防守技术比较好，我就给你打地面的防守技。我又是用双腿锁住你的躯干，让你没有办法进攻。好，现场的裁判明里安里已经帮助美国冠军米歇尔回到站立很多次了。我们看米歇尔回到站立之后精神抖擞，似乎是想在最后1个回合拼上那么一拼。如果这场比赛他打输的话，我相信他退下场地之后，他的下场也会很惨，因为得罪了很多美国资本家他让他们输了钱。小心，这个米歇尔还想尝试用腿部锁杨建平的头，但锁杨建平不好意思只有杨建平锁别人，没有人锁过杨建平。一模一样的这种抱缠的技术，我制服你。这种技术和技法都发挥出来，需要你下面要发挥。我们看到场上裁判这个 Dave 说，你不要用头来创对手。刚刚现场的裁判又找了一个借口，把米歇尔美国冠军又拉回到了站立。我现在怀疑现场裁判是不是也把宝压到了这个美国冠军米歇尔的身上。双方采用的就是转力技，进行一种移动。我看他们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前2局就结束上到漂亮，又是一个夹劲摔因为毕竟这个杨建平他不仅练过拳击，练过这种散打所以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比赛结束了。好，这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终于结束。杨建平，我个人感觉他完全是故意的折磨了对方15分钟。他完全有能力可以在5分钟或者3分钟之内结束比赛，只不过想多打一会儿，让美国人见识一下我们中国人真正的实力。要不然结束的如果太快，美国人会找借口说杨建平运气好。好，恭喜杨建平。开场就被飞身一脚踢倒在地，全场的韩国观众无论男女都疯狂欢呼。武僧一龙一脸无奈，而韩国主持人更是当众煽风点火。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恢复理智的武僧一龙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让韩国跆拳道冠军哭爹喊娘，生不如死。台下的韩国观众更是一脸吃惊，感到不可思议。击倒武僧一龙的人名叫闵永贞，曾拿过1次韩国跆拳道冠军，并以天下第一腿而自称。在接受采访时，他在媒体面前公然表态，称中国武术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在我看来，中国功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将会证明跆拳道的强大。内容的表现绝对会让他们大跌眼镜，一脸吃惊。不被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武僧一龙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大。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贞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包括扫踢动作横踢动作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一一化解。我是要有在这个中远距离之外才能够使用的，要知道武僧一龙这个抗击打能力我就跟你讲，你在启动的时候我啪一个近身。原来你闵永贞不就这3板斧吗？就利用旋踢动作嘛，你不就练跆拳道吗？尽管你闵永贞获得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冠军，对方击倒了一龙1次，而现在一龙呢是在成百上千倍的还给对手。
这个明永真呢，在开赛之前啊，他说我们中国的武术啊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我们不吹不黑，摸着良心说呀，我们国足目前的状态和竞技水平呢，的确是不高。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但中国武术不如韩国跆拳道，这可以说是我听过最离谱也是最可笑的笑话。咱哭了。可以说这场比赛是跆拳道和中国传统功夫的一种较量。看武僧一龙同韩国跆拳道冠军明永真的第二拳面，我们看到这个明永真，你虽然练跆拳道，你只有用腿法进攻，但是你这个上三路没有发抖，非常虚啊，感觉到肾肯定是不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相信这么一比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把武僧一龙都给看顺眼了，可见我们对韩国人是多么的不爽。这场比赛没什么可说的啊，技术特点完全不用分析。对方啊就会一个腿，结果还踢不过一龙，拳法更不用说了，绵软无力啊，还不如娘们呢。现在明永真已经不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利用什么后旋踢啦旋风脚啊，对不对？踢动作已经没有了。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很一流啊，表现一流。好，这场比赛也很能说明了韩国跆拳道和中国武术少林功夫到底谁更强，完全没有可比性。恭喜武僧一龙！同时也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个伤口比较这个流血量太大了。提到了颈部，这也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他的现在也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连续射赛。中国女子铁腿王穿300斤铁鞋，苦练腿法，一脚下去踢得老外5根肋骨瞬间疼到趴地不起。好，观众朋友们，率先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3打1节女子铁腿王鄂美蝶。2008年到2019年全国散打锦标赛冠军，2008年世界武术散打锦标赛冠军，2012年亚运会散打冠军，并且还是我们中国当今最强女保镖啊，实力非常的强劲。曾穿着一双300斤的铁鞋苦练腿法，人送外号女子铁腿王。好，这场比赛鄂美蝶的对手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拳坛女皇科丽娜，如今已经27岁，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拳坛老将啊。这一次来到我们中国踢馆，他可谓是野心勃勃，相当的猖獗。在登场之前，他便表示中国选手如果不想死，就赶紧滚下来认输，否则他会像杀鸡一般杀掉中国选手。我们注意看，这科丽娜看起来人畜无害，还真别说啊，仔细一看，还有点好看。好，而且我们看科丽娜穿的衣服，哎呦，这是来打拳的吗？感觉这个上衣，不太像是运动上衣啊，并不像是打拳用的上衣。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鄂美蝶，蓝方选手科丽娜。哦，什么情况？这一下差点把科丽娜扔出擂台。我们注意看，两名女选手也是没有废话，打出了男选手有的这个气势啊！没有废话，直接开干。比赛已经开始，我是现场解说，先说陈佩。比赛一开始就很激烈。鄂美蝶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他的侧菜腿是他的主要的这个攻击武器啊，连续射赛。看来今天这场比赛，鄂美蝶呢是有些生气的。比赛刚一开始，便把自己的拿手好戏铁腿神功啊直接掏了出来。目前来看，这个科丽娜的确是有一些招架不太住，如同脱缰野马鄂美蝶的这个进攻。而且我们注意看，鄂美蝶今天的这个发型啊，也的确像一匹野马。观众朋友们，只要鄂美蝶稍微一抬腿，对方就会立马坐在地上。
作为散打大满贯选手，那厄美蝶的话，他的腿法啊，哎呦，拳法也很有劲儿。但是克琳娜呢，别看她长得个儿不高啊，胳膊也不是很长，但是韧劲儿啊的确不错。要知道厄美蝶的腿法可是穿着100斤铁鞋练出来的，你没有听错啊，上百斤铁鞋，上午2小时，中午2小时，晚上2小时啊，365天，每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雷打不动，才练成了这双铁腿。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观众朋友们，您觉得厄美蝶的腿法如何呢？啊，反正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啊。在第一回合便给这个克琳娜来了一个下马威，让对方尝试到了我们中国女子铁腿王的威力。赛前对方表示说啊，会像杀鸡一般拿下中国选手，但结果自己却成了小鸡仔儿。好，观众朋友们，我收回刚刚啊，我说厄美蝶拳法不如对手的这句话了，哈哈。那么刚刚厄美蝶是狂轰乱炸这个克琳娜，但是对手的抗击打能力和韧劲儿啊，观众朋友们太恐怖了，根本打不动。好，注意看第一回合最后的10秒钟，我感觉对方克琳娜呢是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倒地，但就是不倒。厄美蝶做击中的时候，手应该在往下用力拉一点，没有威力。好，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马上开打，看一下厄美蝶在这一回合能否 KO 对手。好，我们注意看克琳娜的这个小胸衣啊，这个标签儿，注意看后背啊，这标签都出来了。对方有可能是不是来打拳的啊，是来炫耀身材的。哦，这一拳打对斜晃，后摆前直，再来大摆拳。我们看厄美蝶的拳头抡飞了，都快抡冒烟了，观众朋友们。哦，但是克琳娜就像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倒，甚至还和厄美蝶打起了阵地战。天哪，对手的这个韧劲儿和抗击打能力太强了。
出热迷。也鄂美蝶找了个视频，对。但是这位选手呢，看起来没有做过功课，没有去找鄂美蝶的视频，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打了。鄂美蝶的侧踹，一下踹大腿，一下踹肚子，一下踹头，对这个侧踹既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对，而且侧踹这个大腿会伤到这个膝盖，所以那个南方选手要小心一点。好，双方的比赛还有最后的半个回合，1分半的时间。现在这克琳娜仍然是硬着头皮来进攻。哦呦，感觉对方已经是摇摆不定。我感觉现在如果来一阵风啊，都可能把对方吹倒。但是问题在于对方啊，看似要倒，哎，就是不倒，有点意思。回头可以问一问，看看对方啊，是不是打的醉拳。无论是进攻还是防系都有欠缺，还不是很懂。对膝的运用还有膝的防守很不是很懂，所以有时候对泰拳好的时候，在膝上就吃亏，对，会吃亏。那还好，就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没有走，对，没有走的话更复杂了。好，这个重拳啊，对一个身体打击非常的重。南方选手虽然想采取主动，可是因为选手完全没有威胁性，也无从攻击起。南方选手看起来是像打拳击的，因为他近身的时候没有膝法，然后腿法也比较少。对，他是拳击冠军，可是没有把威力做出来。对，只要他打不进内围了，他的拳法完全施展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打。他现在一定很生气啊，都不知道怎么接近他，气死他。好，比赛结束了，应该说赢得了比赛。是的。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这场3回合的大战，鄂美蝶和这个罗马尼亚的悍将啊，大战了3个回合。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但是鄂美蝶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啊，连续的铁腿进攻啊，我觉得对方的肋骨肯定是不保了。KO 不了对手也很正常，因为对方啊就像一头犀牛一样，太肉了，根本打不动。好，那无论怎么说，点数判定，恭喜鄂美蝶一致判定获得胜利。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3名裁判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后方上 ，and the winner is our fighter 鄂美蝶。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IDG 资本的副总裁欧阳坤先生为胜者颁奖。好的，祝贺获胜的美蝶第1场昆仑决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如果是转身后摆，哇，天哪！泰国百胜拳王1年踢断3神手臂，来华点名挑战铁英华，结果惨被神龙摆尾，一脚踢爆太阳穴，霸气 KO。那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一名来自泰国的老将，今年有34岁了。他的战绩是340战272胜66负2平。2002年泰国羽量级冠军，2012年和2013年泰国伦皮尼轻量级金腰带拥有者。接下来我们有请星当。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中泰对局。好，没有错，首先登场的这一名选手呢，正是泰国百胜拳王星当。战绩打了300多场，将近400场比赛啊，其中有277胜的一个生涯战绩，非常恐怖。这个家伙从9岁时就开始打拳了，而且据说平均每一年要踢断30多个人的手臂，哇吼！足以看出此人的腿法绝对是不俗，绝对是非常的凶狠。有请小虎铁英华。好，接下来要出场的便是我们中方的擂台守擂者，中方选手铁英华。
没有错，铁英华这次也是没有办法啊，对方已经找上门来了啊，点名要挑战我们。那么铁英华也是对方的这个兴当啊，来我们中国打的第10位选手了。那么前9名选手都被这个兴当啊踢断了手臂啊，或者说踢断了小腿，总之啊都很惨。所以说本场比赛铁英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有的希望，所有能够战胜兴当的希望都放在铁英华的身上了。而且铁英华这一次也是特意到泰国备战3个月，就是为了迎战兴当。好，来看一下双方的身高和臂展几乎差不多，但年龄上的话，铁英华是有优势，我们是25岁，对方是34岁。但是话说回来啊，对方作战经验也会更丰富。好，比赛开始，废话少说，红方选手白色全套铁英华，人送外号小虎啊，蓝方选手就是没有错啊，他有个拳王兴当。赛前在发布会现场，这个兴当啊就挑衅铁英华啊，他表示说呢，你想被我踢断哪根手臂或者哪条腿？你让我踢左腿，我就踢左腿；你让我踢右臂，我就必须要踢断你的右臂。好，已经是这么狂了啊！他认为自己是必胜的，认为自己呢可以掌控比赛节奏，很嚣张啊，很猖獗。刚才先是低扫，再是中扫，2次都是有效命中。对，我们说过很多次，泰拳这种运动一旦练到功利性，就非常可怕了。比如亚桑克莱，比如兴当。再来一个低扫的砍腿，他的砍腿实际掌握的很好，而且发力很充分。没错。哦，2次。这大巧无功的这种这个武术性质。哦，再来，小虎得进去啊！现在可不能生扛。刚才用前手啊硬扛了对手的高扫，左手的压力会非常大。观众朋友们，这个兴当呢，他并不是说腿法爆发力有多强，而他呢，踢腿的出腿密度非常多，最多一场比赛踢出300多腿啊，硬生生把对手的手臂啊当场踢废。所以说，铁英华呢，最好是速战速决，或者说呢，就和对方啊去拼拳。咱们呢规避对方的腿法，这样的打法一定得进入近距离才有机会，中近距离。刚才兴当啊对于自己头部的防护做得相当好，千万别一直用手臂去防护兴当的。转身后倒漂亮！哇，这下中扫啊，看着都疼。对，没错。好，那目前来看，铁英华本场比赛的腿法表现也不错。看来这一次在泰国的备战啊，他不只是练了拳法啊，腿法也是有所精进。我们这叫以毒攻毒啊，以牙还牙。你腿法厉害，那不好意思，那我今天啊就拿腿法啊来和你打。靠他的平勾的力量，如果手臂哇，转身后摆，哇，天哪！好，观众朋友们，这一脚真的是堪称神来一笔。哦，时间还不到1个回合，我们看这个神来一笔的神龙摆尾，把这个兴当啊直接干趴了。我觉得对方的脖子，哎呦，这脚应该是不行了。因为他整个人啊是直着，哇，趴到了地上，已经没有意识了。哦，这场比赛太精彩了，没有想到铁英华今天会用对方最擅长的方式啊 KO 了对手。好，那紧接着铁英华立马就趁热打铁来到。